是树根。魏无羡冷静地喝道：“别让他们靠近，这才是元凶。”一句喝完，他手中飞出无数黄色符箓，这些符箓一贴上树根，就发出砰砰的爆破声，瞬间把树根炸成了残渣。啊啊！又是几声惨叫，又有几名修士被袭击，或受伤，或身陨。撕追！蓝忘机一剑横扫干净魏无羡前面的树根，反手一翻，取出了忘机琴，信手一弹，随着铮铮的琴响，刚才还来势汹汹的树根们被一层层白色的音波冲击，凌厉的攻势瞬间被打断。是！蓝丝追应声大喊，两人一组，结五行阵。少年们很快两一组，背靠背站立，纷纷舞动灵剑，杀退围攻上来的怪物。蓝氏弟子们听从蓝丝追指令，迅速跑动站位，一边挥动灵剑斩杀攻击过来的树根，口中一边默念口诀。蓝景仪闪身进入阵眼，调动浑身灵力，念动起阵咒语。虽然大家都在倾尽全力，可来犯的树根实在太多，密密麻麻，杀了一层，又来一波，无穷无尽，砍之不尽，杀之不绝。这些树根都成了精一样，宛若活物，婉转回环，缠绕刺抓，灵活得不得了。地下、空中、身前、身后，无处不在，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刺穿串起，瞬间被吸干了灵肉。虽然他们不耐修士手中的神兵利器，可数量太多了，加之又有浓雾的遮掩，让魏无羡等人吃了一个大亏。蓝忘机一边厮杀，一边始终牢牢地把魏无羡护在身边。魏无羡不是没试过用陈情召鬼兵鬼将来助，可惜这里太荒僻，人口太稀少，因此尸体就更少，就是有，怨念也不深，无法抵抗这么凶残的妖灵。往往刚爬起来，还来不及加入厮杀，就被串成了葫芦串。这就是没有豢养鬼将的弊端。遇到这种情况，魏无羡就成了脆皮点心，自保都难，更无论其他。幸好他还有所防备，白天的时候画了无数的爆破符、驱碎符等符箓，这才能勉强支持。奈何他身体羸弱，灵力微薄，纵有千般本事，也无用武之地。若不是蓝忘机一直护持在身侧，只怕他不死也要去拖半条命。就在众人都快要耗尽体力的时候，终于一个泛着蓝色光芒的五行大阵被成功启动了。刚才还张牙舞爪、气势汹汹的树根们都被挡在了辟邪五行阵的外面，稍一接近，就被阵法攻击的连渣都不剩了。众人赶快杀退各自面前的树根，相互扶持着躲进阵内，这才喘了一口气。树根们尝试着发动了2次攻击，都没能成功。他们就像蛇一样，沿着大阵的边缘游弋了一圈又一圈，似乎发现确实毫无破绽，无懈可击，这才作罢。很快，这些树根又窜回了地下，在浓雾的掩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好险！蓝忘机扶着魏无羡也回到阵内坐下。魏前辈，蓝丝追关切地问道。魏无羡摇了摇手，无力地道：“没事，就是有些脱力了。想当年，就是长子被捅出来了，他还可以赛回去跟人大战300回合，如今这具身体确实羸弱，连这点程度的厮杀都承受不了，想起来就气结。那就好。”蓝丝追因为和蓝景仪轮换着支撑阵眼，也不敢再多说话，赶快闭目调息。众人纷纷都坐下调息。这怪物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来偷袭，趁着现在蓝氏弟子们尚能支持阵法，赶快恢复灵力要紧。蓝忘机探了探魏婴的脉搏，发现没有异样，才松了口气。随后让蓝丝追换了自己照顾魏无羡，自己则顶替了阵眼中的蓝景仪，支撑起阵法。毕竟灵力大不相同，蓝忘机灵力一起，整个法阵一阵耀眼的蓝光，瞬间变得坚韧了很多。四周角位上的蓝氏弟子也大松了一口气，减少了很多压力。赵宗主恢复了过来的时候，睁开眼睛，正好看到蓝忘机收起了灵力，诸蓝氏弟子们纷纷在打坐调息，泛着悠悠蓝光的阵法还在稳定的运转着。魏无羡这时候也休息得够了，看着蓝忘机收了灵力，知道是已经无恙了。阵法外的女鬼一直盯着阵法里的众人，却没有再吭一声。魏无羡站起身来，缓缓向阵外走去。蓝忘机伸手要拦，魏无羡却摇了摇头：“你先好好调息，他伤不了我。那妖灵估计也是受伤不轻，应该不会来了。”
韩光君，我们调息好了，让我们陪魏前辈去吧。蓝斯追过来关切地说。韩光君一直都在维持着阵法，他们都换了好几轮了。现在情况已经稳定，韩光君也需要尽快调息。魏前辈虽然喜欢逗弄他们，但大事上极为精明，也极有分寸。这会儿要出阵，肯定是有必须要处理的事情。蓝景怡没吱声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在旁边点头。蓝忘机微微颔首，这才闭眼打坐调息。